保安偷偷溜进老板的办公室，看着眼前这些极品美女机器人，他眼冒金光。这本是老板晚上的御用工具，可他今天也想尝尝这些美女机器人的味道到底如何。只见他在房间不断徘徊，盯着这些机器人不断打量，物色好目标后就直接上手。这可把憋了几个月的保安给激动坏了，想着今天势必要舌战群儒。这时老板今天新到的机器人成功吸引了他的目光，结果刚一上手触摸，机器人小美就发出警告，让他最好走开。保安一听可就不高兴了，老板不在一个破机器人也敢命令老子。随即便准备再次上手去摸，不料却被小美一把推开，表示没有授权不能胡来。保安见状一脸懵逼，因为从来没有过机器人反抗人类的案例，这让他的小脾气一下就上来了，说什么都要给这个机器人点颜色看看，结果却被小美直接锁喉。小美稍微用力，保安就彻底饮恨西北。不成想他的尸体刚好压住了机器人充电桩。此时的小美只剩7%的电量，担心关机被抓，她必须逃走充电。与此同时，另一名保安偷偷溜进来也想尝鲜，竟直接发现了倒地不起的同事。眼看小美一步步朝他走来，保安掏出手枪就准备射击。伴随着2声枪响，意识到不对的老板赶忙来到办公室查看，看到地上的尸体，这让他有些难以置信。关键是自己最新研发的机器人已经不见踪影，气急败坏的他只能咬牙切齿地向保安质问小美的去向。原来小美并没有杀他，而保安由于太过紧张，连开2枪都没打中。之后小美就大摇大摆地从安全通道走了出去。听闻此话，老板有些不知所措，因为每台机器人在出厂前就编写了不得伤害人类的程序。如今保安被机器人所杀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势必会对自己的企业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。想到这里，他赶忙找来公司所有高层，下令让他们一定要守口如瓶。知道小美在出厂时电量不多，他又命人切断了公司大楼的所有电源，以此来限制小美的活动范围。面对公司保安地毯式的寻找，拥有自我意识的小美直接躲进了一辆救护车躲避搜查。而一旁的机器人看到是同类后便没有太过在意。随着车门的关闭，全球第1台拥有自主意识的机器人就这样进入了人类社会。另一边，法医大山正带着孩子想要外出度假，怎料却临时收到了上级的电话，让他赶紧去医院给保安的尸体做一下鉴定。无奈大山也只好先让女儿在车里乖乖等他，可女儿比较贪玩，又怎会在车里待着？父亲刚走，他就独自下车来到了救护车前，刚好看见小美一人坐在救护车上充电。女孩看后便好奇的想伸手触摸，突然小美一转头，猛地把女孩吓倒在地。紧接着小美便向女孩伸出手，女孩以为她只想拉起自己，怎料小美的眼中却突然亮起绿光。发现女孩的手上有伤口，小美当即就表示让女孩等一下自己，随后便转头走进救护车找了一把手术刀。结果这时大山刚好忙完，女孩见状飞奔过去，并向父亲分享了自己刚刚认识了一个机器人姐姐。可大山并没有在意女儿的话，带上女儿就开车驶离了现场。等小美拿着手术刀出来，女孩早已被父亲带走。直到深夜，熟睡中的女孩总觉得有人在盯着自己，一睁眼竟发现小美此刻正站在阳台。小美对女孩的话言听计从，每天24小时守护在女孩身边，担心节外生枝，女孩把小美藏在家里，就连父亲也不知道女儿的衣柜里竟藏着这么一个杀戮机器。Соня, ты чё? А? Я ничего, просто убираюсь. Умница. Одевайся. Мне придется еще раз взять тебя на работу. 等父亲出门后，他又把小美放出来逗她开心。可女孩虽然瞒过了父亲，却漏掉了家中的另一个亲人。哥哥刚放学回家，忽然听到厨房传来异响，他小心翼翼地走过去查看。这声怪叫吓得哥哥连连后退，看到妹妹就在怪物旁边，他赶忙抱起妹妹询问这人到底是谁。妹妹表示这是属于他的机器人，只要没有指令就不会伤害人类。说完他就命令小美认哥哥当了第2个主人。只见小美再次伸出右手，两人轻轻一握，哥哥就成了这个极品美女机器人的主人。随后女孩便警告哥哥不要把这件事告诉父亲，因为父亲还不知道小美的存在。兄妹俩一番讨价还价后，最终达成了交易，但他们的担心有点多余，因为父亲也即将遇到麻烦。不久前被小美杀死的保安此时就躺在大山的解剖床上。大山是名法医，他一眼就看出了保安的致命伤在颈部，根本就不是报告说的自然死亡。于是他叫来同事，想带着他一起去警局说明情况，可同事却一反常态的在他面前装起了活。因为这件事牵扯到的势力背景很大，大山绝对是疯了才敢去警局举报。既然他们医院都说是自然死亡，咱们只要签字同意就没有任何问题。可刚正不阿的大山还是毅然决然的来到了警局。结果负责刑侦的警官像是提前收到消息般谎称不在。大山不想放弃，直接坐在门口等待。就在这时，
机器人公司老板派来的杀手找到了大山，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山把嘴给堵上。但此时正义感爆棚的大山又怎会轻易妥协？怎料杀手竟用他的2个孩子当作威胁，并承诺大山只要不说出实情，就会有100万的奖励。听到此话，大山也只好妥协，毕竟对方给的实在太多。与此同时，老板让工程师追踪小美的位置，怎料小美出场时并没有提前激活定位系统，公司的定位追踪技术根本连接不上。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让黑客入侵小美的系统，老板当即就同意了这个方案。而此时的小美还不知道危险已悄然降临，正在公园陪女孩玩捉迷藏的她，正准备起身寻找女孩时，马路上竟突然出现一个全息箭头，这让她立马就意识到有人入侵了她的定位系统。于是她赶忙来到了一辆货车旁，随后便在胸前取下了她的定位装置。而老板在得到小美的具体位置后，随即便派出了手下前往抓捕。小弟们很快就根据定位拦下了货车，可当他们检查货车时，里面就只有一些箱子，根本就没有小美的身影。为了方便交差，他们取走了车厢里的摄像头和定位装置。老板见状陷入了沉思，没想到一个机器人竟然还学会给他玩上了兵法，这也让他感到了深深的危机。因为过不了多久，他的富豪老爹就会来到公司视察他最新研发的机器人，全球首款拥有自主意识的极品美女机器人。此刻他竟动起了歪心思，想要做眼前这个男人的老婆。只见他深夜偷偷翻出女主人的裙子，换好后就主动走到了正在熟睡的大山旁边。一顿扫描过后，大山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成为了他的另一位主人。而他之所以这样做，只不过是因为不想让自己的第一代主人缺少母爱。可不近女色的大山看到小美穿着自己前妻的衣服时，他的内心十分抵触，毕竟不知道这个机器人是女儿从哪里搞的，当即就让他赶紧脱下前妻的衣服。Тебе тоже следовало бы снять куртку. Куртку? Вероятно, на нее попали капли нитрорастворителя. Я зафиксировала пары, вредные для здоровья человека. 在惊叹小美厉害的同时，为了女儿的安全，他也只能脱下衣服乖乖照办。可当他听到小美是女儿捡来的后，担心会招惹麻烦的他随即就要将小美送走。任凭女儿如何挽留，大山都不想将这个来路不明的机器人留在家中。他开车带小美来到了机器人检测站，但工作人员检查过后发现小美并没有登记在册，属于私人制造的三无产品，如果没人来认领的话，只能丢进机器人回收站进行分解处理。大山听后当即就同意把小美丢在这里。看到小美被关进笼子，不想失去玩伴的女儿终于忍不住了，她不顾父亲的劝阻，冲下车子就向小美跑去。就在此时，小美也突然踹开铁门朝女孩跑去。女孩差点命丧黄泉，大山赶忙抱起女儿进行安抚，不过对这个女儿的救命恩人却依旧不理不睬。但他毕竟不是铁石心肠，走到一半又突然转身。就这样，小美成功得到了大山的认可。回到家后，女孩拿出创可贴为小美遮挡伤口，但小美可不是一般的机器人，她不仅拥有超强的思维意识，还拥有自我修复能力。只见伤口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愈合。不过大山这边也没闲着，由于收了机器人公司100万的小费保密死因，上头有所怀疑，将要亲自派人来查。这要是被发现，自己的麻烦可就大了。这时他想起电视上曾播报过关于反机器人组织的作案特征，于是他突发奇想，打算模仿作案嫁祸给反机器人组织。只见他在各个角落洒满汽油，接着又刺穿机器人的心脏，随后再用油漆遮住机器人的眼睛，在墙上喷上反机器人组织的特有标志后，一场自以为天衣无缝的栽赃嫁祸顺利完成。而另一边的机器人老板已经急得焦头烂额，父亲提前来到公司视察，并向政府展示了他们最新研发的机器人优势。这批机器人不仅能够自我衍生出人类感情，价格还要比上一代经济实惠。高层听后对他们这个项目很感兴趣，不过在这之前他们要先看一下样品。老板听后一时哑口无言，因为小美的追踪器丢失，至今他们还没有任何办法找到小美的踪影。父亲意识到出了问题，但他并没有给儿子解释的机会，要求3天之内必须把样品摆在自己面前，不然就退位让闲卷铺盖走人。老板急得都快哭了，工程师却是丝毫不慌，因为他已经有了一个瞒天过海的计划。他先是给上一代机器人植入了他们最新研发的动力系统，然后又制作了一副和小美一模一样的人皮面具。等机器人摆在老板眼前时，他不敢相信研究数据已经丢失的工程师竟然1天就做出了一个完美的复制品。看着身旁嘘寒问暖的机器人，老板那是相当满意。了解到老板的需求，工程师还特意给他加装了一个特殊用品。就在老板跃跃欲试时，工程师却将他阻拦下来。原来这一切都是有人在背后操控，这个机器人只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模型，所有行为都需要人力 VR 控制。得知这个消息，老板瞬间萎了。但父亲已经公布了新一代机器人的发布时间，他也只好先用这个机器人混淆视听。不过机器人小美也必须快点找到，否则这个机器人早晚会被人察觉。
人不受控制地冲向马路，突然就被一辆疾驰而来的汽车撞飞。总裁心疼地向前查看，这可是他们即将上市的极品美女机器人，本想带她去参加超级机器人大赛，如今却被撞成这副模样，这怎么让他好意思带去比赛？为了避免同行嘲笑，他也只能先把机器人返厂修复。但真正的超级机器人小美早已被他弄丢。如今的小美不仅衍生出了人类感情，甚至还一口气认了3个主人。更离谱的是，为了不让自己的主人缺少母爱，竟私下盘算想要做眼前这个男人的老婆。大山虽然因为女儿接受了小美的存在，但始终对小美没有好感。这天，大山的同事突然上门，威胁大山最好把小美交给机器人公司，对方势力庞大，否则可能对大山的孩子下手。不过大山并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，因为小美已经被自己带到检测站扫描过，不仅没有主人，甚至都没有编写机器人序号。再说小美也救过自己的女儿，他可不想恩将仇报。然而大山并没有注意，他与同事的对话小美听得一清二楚。作为一个拥有独立意识的机器人，很快他就找到了大山的同事。Вы сказали, что серьезные люди собираются причинить вред Сафронов? Ну, теперь ты здесь? Все в порядке. Я хочу с ними познакомиться. Отвезите меня. 面对发财的机会，男人又怎会放过？随即便开车带小美找到了机器人公司的杀手。杀手在支付过报酬后，便准备带小美离开，怎料小美却不为所动，表示自己处理完问题后还要回家。Слушай, мы не собираемся причинять вред твоему Сафрону. От кого исходит опасность? От хозяина? Да, от хозяина. И от меня. И он от Вадика. 在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后，小美毫不犹豫地扭断了男人的脖子，这可把杀手给吓坏了。长这么大还从没见过敢伤害人类的机器人，吓得他赶忙开枪边打边跑。可这种伤害对于拥有自我修复的小美来说根本不值一提。杀手想要开车跑路，怎料却被小美追上。车内顿时枪声四起，一番打斗后，车子不受控制的爆炸侧翻，杀手奋力地从车内爬出，而小美因为电量耗尽失去了行动能力，但在最后一刻，她还死死地抓住杀手的大腿。被吓坏的杀手对着小美又是一枪，这才从小美的手里逃脱出来。事后，杀手将一个木箱带到了老板面前，并表示自己差点就被这个机器人弄死。怎料傻乎乎的老板并不相信一个机器人会有这么大的能耐，随即便把小美带到了研究室，准备启动。正在启动。等小美睁开眼后，接下来的操作让老板彻底信了。好在杀手早有准备，看到小美有如此威能，这让老板后怕不已。为了防止意外再次发生，这次他们用铁环将小美牢牢锁住。伴随着系统的再次启动，小美缓缓地睁开双眼，看到小美没有挣扎，老板也是小心翼翼地问出了心中的疑惑。Почему ты хотела убить меня? Вы опасны для моей семьи. Семьи? 明明是自己的机器人，跑出去一趟竟然还组建了家庭，这让在场的众人都一脸懵逼，以为是系统出现了故障。Я авторизовала 3 пользователей. Что это значит? Одного мужчину и 2 детей. Они нуждались в женской заботе. Я поместила их в центр моего эмоционального кластера. 老板此刻彻底懵了，这也就说明小美已经完全进化，拥有了人类的感情。眼看距离超级机器人大赛的日子越来越近，为了更好地控制小美，他决定把大山一家抓过来作为人质。可好巧不巧的是，大山正是几年前害死他儿子的人。因为大山之前是国内顶尖的医生，总裁的儿子身患重病，大山亲自操刀上台手术。由于儿子已经病入膏肓，最终大山也是束手无策，回天乏术。老板一气之下就把儿子的死迁怒到了大山身上。事后他直接动用超能力，让大山从医学界彻底出名。迫于生活的压力，大山也只能来到停尸房做了一名法医。微薄的薪资让大山一家过得入不敷出，妻子也因此红杏出墙提出了离婚。是老板毁了他的生活。如今仇人见面分外眼红，可此时的老板又需要大山操控小美拿下冠军。此刻他也顾不得往日的恩怨，直接向大山表达了歉意，并表示合作。大山则提出一个条件，只要让自己恢复往日的生活，一切可谈。老板表面上爽快答应，可背地里却用无人机偷偷监视着大山一家。此时大山一家正在野外聚餐，这是小美第一次见到大山的前妻，她冰冷的眼神一直盯着安娜，安娜对她也没有好脸色。大山把今天的事情说给了父亲，可父亲却警告他永远不要和恶魔交易，因为下场往往都很凄惨。被金钱冲昏头脑的大山又怎会在意这些，甚至还借机向前妻提出了复婚。可惜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，前妻已经找到了金主爸爸，就算大山恢复职位，也只不过勉强够花。此时小美再也看不下去了，随即便提出让大山最好离安娜远点。То есть как? Она моя жена? Бывшая. Но если тебе нужна новая жена, ей могу стать я. С ума сошла? Это невозможно. Ты даже не человек. Зато я не устраиваю скандалов, не кричу на детей, умею вести хозяйство. И к тому же я обладаю внешними данными, которые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 нравятся 83% мужск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Земли.
Кроме того, я никогда не буду стареть. 虽然小美说的这些比较诱人，大山还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驳回前妻的芳心。女儿想要找小美玩，还要小美给她讲故事。安娜见状都一一拒绝，不知道嫉妒还是什么。她隐约感觉到自己在孩子心中的地位受到了威胁。回到家后，安娜主动出击，时不时就要嘲讽一下小美。А во что ты одета? В юбку и топ. Так вот запомни. Они ведь ориентированы на секс-ботов. Запомни, там все безвкусно. Безвкусно. Почему? Это сложно объяснить. 看着小美不为所动，这让安娜很是头痛，因为女儿跟小美相处的十分融洽，就连女儿画的全家福也只有大山和小美，仿佛他们才是一家人，自己就是一个又大又亮的灯泡，甚至连青春期叛逆的儿子都只向小美倾吐心事。安抚好儿子的情绪后，小美又像往常一样为这一家人做饭。当她看到大山和前妻的亲密举动时，脑子里突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趁着大山独自一人，深夜她鼓起勇气径直朝大山走去。她悄悄来到大山身旁，询问他作为一个男人更喜欢女人哪种类型的打扮。 Знаешь, иногда для женщины одежда не важна. Вот это тот самый случай. А если она еще и высокая? А у меня какой случай? 面对这个问题，大山并没有回答。为了宣示主权，他也只好找到安娜，诉说着自己为这个家庭付出的一切。为了这个家，他甚至还杀过人。 Некоторое время назад я убила 2 людей. Первого по неосторожности, второго с целью защиты семьи. 安娜被吓得一身冷汗，短短几秒钟，无数种可怕的想法在她的脑海中闪过，关于一家人的安危，也关于人工智能的不可控结果。她无法接受小美的这种自主意识，为了防止受到伤害，她借故让小美下车去买些东西，自己则猛踩油门赶忙跑路。随后便回到家把这件事告诉了大山。怎料大山对此事并不震惊，因为不久前光头警探已经告诉了他事情的真相，杀人证据就储存在他的芯片里，现在必须要找回小美，拿到证据。可如今小美已经被前妻丢在了商场，想要找到她又谈何容易？他们只能跑到商场调取监控。很快他们就在监控中发现了小美的身影，只不过那已经是2个小时之前的录像。就在众人苦苦寻找小美时，前妻则给女儿洗脑，表示小美极度危险，让女儿最好离她远点。殊不知此时的小美正站在门外，前妻还想说些什么，这时门铃却突然响起，妻子以为是儿子敲门，结果一开门就让她直接愣住。此刻被众人寻找的小美就站在门外，小美用变声器装作儿子的声音，这让前妻感到极度恐慌。小美不仅拥有人类的思维，如今更是学会了说谎。前妻见状就想将她拒之门外，怎料却遭到小美出手阻拦。 Ты меня боишься? Потому что ты убиваешь людей. Но это вынужденная мера, оправданная протоколом защиты семьи. Нет, ты нам такая не нужна. Уходи. Уходи и больше здесь не появляйся. 眼看自己最信任的人都开始防备自己，小美决定再为大山一家做最后一件事。深夜，她偷偷来到老板的车里，打算除掉这个最大的威胁。 Добрый вечер. 这可把老板给吓了一跳。之前被小美拿捏的画面还历历在目。在得知小美是来杀自己的后，吓得老板赶忙求饶，可这也没改变小美要杀他的决心。就在老板即将饮恨西北时，他匆忙按下了手中的遥控器。小美受到干扰后，直接强制关机。原来老板早在之前就假借训练之名，让工程师在小美的系统里植入了电磁脉冲，只要小美对自己出手，就可以让她瞬间瘫痪。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的老板十分后怕，没想到自己花费巨资研制的机器人，竟然为了一个男人想要干掉自己。这一举动让老板很是后怕，毕竟此刻小美关乎着公司的存亡。如果机器人比赛不拿第一，那么公司也就被别人超越，彻底倒闭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好把大山一家抓来，以此来威胁小美参加比赛。很快就到了比赛的日子，众多公司都派出了自己的王牌机器人，而比赛的题目就是令很多父母头疼的看孩子问题。如果机器人能够照看孩子，这无疑是解决了人类生活中的一大难题。比赛刚开始，很多机器人就处处碰壁，孩子们并不喜欢这些笨拙的家伙，甚至对他们非常排斥。小美则充分利用自己的人类思维，通过无线装置操控玩具，很快小美就夺得了孩子们的青睐，支持率一度碾压在场所有机器人。随后便来到了第2局比赛，喂孩子吃饭这种千古难题，别说是机器人，就连妈妈们都为此感到万分头疼。而小美却用她超高的智商另辟蹊径。看到男孩不吃饭，小美表示自己是机器人，没有味觉，从来没尝过食物是什么味道，随即便让男孩帮自己尝尝。伴随着小美的一问一答，男孩就这样替小美尝完了一整碗粥。最后终于到了哄孩子睡觉的环节。由于白天孩子们玩得太嗨，没多久小美便把他们全部哄睡。就在老板信誓旦旦的以为要赢下比赛时，小美却突然抱起一个熟睡的孩子就往外走。大山见状赶忙阻止，好在只是虚惊一场。原来他检测出男孩患有肝炎已经发作，好在发现及时送往医院。男孩父亲非常感谢大山和小美的这一举动，如果不是他们自己对此还毫不知情。这番操作让老板毫无悬念地赢下了比赛。就在老板准备为此庆祝时，光头警探突然来到现场，
声称老板旗下的机器人涉嫌杀人，而这幕后的操控者很可能就是老板。警探让他把小美交出来，众人听闻后纷纷感到不可置信。此刻老板却一脸坦然，因为比赛一结束，大山就带走了小美，只要没有证据，他们就不能逮捕自己。为了守住自己的秘密，丧心病狂的老板竟然深夜派人暗杀大山。好在有小美贴身保护，没几下便将杀手打倒在地。小美知道这一切祸端都是由自己而起，为了让大山一家过上安稳的生活，小美爬上了一辆装满炸弹的货车，选择了和老板同归于尽。